闺女啊，爸把咱家老宅的地下室挖空了，囤了100箱矿泉水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看看？电话那头是我那爱瞎折腾的爸苏建国，我正坐在米其林餐厅里，优雅地切着牛排。上一世我嫌他丢人，骂他脑子不清醒，有钱不知道享受。可3天后，高温末世，城市断水断电，秩序崩塌，我和男友被困在顶层公寓，最终因为1瓶水，他将我推下高楼，而我爸靠着他囤积的物资和地下室，活到了降温的那一天。重来一世，我扔下刀叉，在旁人惊异的目光中，对着电话大喊：爸，什么吃的都使劲买，我现在就回去，把门焊死，谁来也别开。电话那头，我爸还在絮絮叨叨：那家超市的午餐肉罐头打折，我买了50箱，还有压缩饼干，虽然不好吃，但顶饿，我也弄了20箱。对了，你爱吃的螺蛳粉，我也给你囤了好多好多。我握着方向盘，眼泪毫无征兆地往下掉。上一世，我就是听着他这些絮叨，不耐烦地挂了电话。爸，你能不能别像个老鼠一样，天天就知道囤东西？我们家不缺钱，你有那闲工夫，不如去报个老年大学，或者出国旅旅游。电话那头的父亲沉默了许久，只说了一句：好，爸爸知道了。他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，直到末世降临，我被困在顶层公寓，手机早就没了信号。我不知道，在我饥渴交加，他正在那个被我唾弃的老鼠洞里，抱着我的照片，一天一天地熬着，直到救援队发现这里的时候，他已经走了，身边是给我准备的堆积如山的螺蛳粉，而我为了半瓶水，被我爱了3年的男友沈泽亲手从30楼推了下去。我看见他拿到水后贪婪而丑陋的嘴脸。对不起了，苏晴，谁让你有个囤货癖的爹呢？早点把你家的地址告诉我，我们不就都能活下来了吗？原来他早就知道我爸在囤物资，他假意对我好，不过是为了套出我家的地址。可笑我还以为找到了真爱，为了他不惜跟最爱我的爸爸决裂。重来一世，我不会再犯傻了。爸，我哽咽着，声音却无比清晰。不止这些，药品，大量的抗生素、感冒药、肠胃药、纱布、酒精，全都买，还有发电机、太阳能发电设备、汽油，能买多少买多少，菜刀、斧头、消防斧，把家里的窗户全部用钢板封起来。我一口气说完。电话那头，我爸沉默了，我心里一紧，生怕我这番疯狂的言论吓到他。谁知几秒后，电话里传来我爸兴奋到变调的声音：闺女，你终于想通了，我就知道你是我苏建国的种，有远见。你说的这些，爸早就准备了，地下室分门别类放着呢，就等你回来检阅。我破涕为笑，是啊，这才是我的老爸，一个永远无条件相信我、支持我的全世界最好的爸爸。爸，等我马上回来。挂了电话，我一脚油门踩到底，无视了身后一片鸣笛声。米其林餐厅的牛排，去他妈的！优雅的名媛生活，谁爱过谁过去。这一世，我只要我的爸爸好好活着，我们父女俩要一起活到最后。车子在高速飞驰，我一边开车，一边用手机飞速下单。上一世末世来临后，最先崩溃的是物流系统，我必须在仅剩的3天时间里，把能买的东西全部买到。净水片、复合维生素、高热量巧克力、军用多功能工兵铲、防割手套、登山绳，只要是我能想到的，无论多贵，无论多少，我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下单。付款地址全部填写了那个我曾经避之不及的老宅。上一世，我银行卡里的几百万存款，在末世里变成了一串无用的数字。这一世，我要把它们全部变成能让我们活下去的物资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沈泽发来的微信：淼淼，晚上一起吃饭，我订了你最爱的那家日料。看着这个熟悉的名字，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上一世他把我推下高楼的画面还历历在目，我毫不犹豫地将他拉黑删除。可没过几分钟，他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接通了电话，开了免提。淼淼，你怎么把我拉黑了？是不是谁惹你不开心了？沈泽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，可现在的我听来只觉得无比虚伪和恶心。我将车停在路边。沈泽，我们分手吧，我平静地说。电话那头愣了一下。为什么？淼淼，别开玩笑了，我们不是好好的吗？我没开玩笑，我冷冷地说道。我腻了，不想再看见你。苏晴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沈泽的声音瞬间变了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不然呢？我嗤笑一声，你不会真以为我爱你吧？不过是看你长得还行，带出去有面子罢了。你……嘟嘟嘟，我直接挂了电话。
顺手将他的手机号也拉进了黑名单。对付这种人，多说一个字都浪费口舌。我知道他不会善罢甘休，但那又如何？等我回到家，焊死大门，他就只能在外面无能狂吠。4个小时后，我终于回到了这个位于城郊的老式小区。远远地，我就看见了家门口那个熟悉的身影。我爸正焦急地在门口踱步，时不时地朝路口张望。看到我的车，他眼前一亮：“闺女，你可算回来了！”我跳下车，猛地扑进了他的怀里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熟悉的、温暖的怀抱，让我瞬间红了眼眶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我爸拍着我的背，声音也有些哽咽。快，跟我去地下室看看爸给你准备的惊喜。厚重的铁门被推开，一股干燥剂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我爸按亮了墙上的开关，眼前豁然开朗。原本阴暗潮湿的地下室，此刻被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仓储空间。左手边是顶到天花板的货架，上面整整齐齐码放着一箱箱矿泉水，标签上的生产日期都是最新的。粗略一数，怕是真有上百箱。右手边则是食物区，各种食物分门别类，码放的像超市货架一样整齐。最里面还有一个用防火材料隔开的小房间。我爸自豪地指着那里：发电机、汽油、柴油，还有我托人搞来的太阳能电池板都在里面。另一边是药品和工具，你之前电话里说的那些，我早就备齐了。我看着眼前的一切，震撼得说不出话来。上一世，我只在救援队的报告里看到过关于这个地下室的文字描述，亲眼见到，才知道我爸为了这个避难所付出了多少心血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囤货了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末日堡垒。爸，你太厉害了！我由衷的赞叹。我爸被我夸得有些不好意思，挠了挠头。嘿嘿嘿，你喜欢就好，你喜欢就好。对了，他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快看看这个。他拉着我走到一个角落，掀开一块帆布，下面是几把崭新的消防斧，还有2把开了刃的砍刀。这防身用的。我爸的表情严肃起来。闺女，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新闻上天天说全球气候异常，万一真出点什么事儿，咱们得有自保的能力。我看着他，心中百感交集。爸，你说的对，我拿起一把消防斧，掂了掂分量。我们必须有自保的能力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快递小哥的电话。您好，是苏晴女士吗？您有大量的快递到了，麻烦来门口签收一下。我跟我爸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兴奋。来了来了，我们的新装备到了。我们父女俩一趟又一趟的把快递搬进地下室，防割手套、防刺服、强光手电、望远镜，还有我特意买的10几箱高纯度工业酒精和大量的棉花。我爸看着这些东西，有些不解。闺女，买这么多酒精干嘛？消毒也用不了这么多。爸，这可是我们的秘密武器。高温末世，最可怕的除了缺水，还有无处不在的火灾隐患，而这些在必要的时候也能成为我们御敌的武器。正当我们把最后一箱物资搬进屋时，隔壁的李阿姨探出了头。哟，老苏，你家这是发大财了，一天到晚叮叮当当的响，还买这么多东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要打仗呢。她语气酸溜溜的，眼神却不住地往我们搬的箱子上瞟。这不是闺女回来了吗？给她置办点东西。我爸憨厚地笑了笑，李阿姨撇了撇嘴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阴阳怪气地说：苗苗可是出息了，在大城市当白领，哪还看得上我们这小地方？这次回来，不会是被公司开除了吧？上一世我最讨厌别人说我混不下去才回家，但现在我只是淡淡一笑。李阿姨，您说笑了，我只是觉得还是家里好。说着，我不再理会他，和我爸一起关上了大门。门外传来李阿姨不屑的：“切！”我看着紧闭的大门，对我爸说：“爸，把电焊机拿出来吧。”现在？对，现在。我眼神坚定，把门焊死。刺眼的弧光在门口亮起，火花四溅。我爸戴着护目镜，将一块块钢板焊在防盗门内侧。1个小时后，大门被彻底焊死。我爸又带着我用同样的方法，将1楼所有的窗户都用钢板封了起来。整个房子变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铁皮罐头。闺女，这样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？我爸看着自己的杰作，有些不确定地问。不夸张。我拿出一部新的卫星电话递给他。爸，从现在开始，这是唯一的对外联络工具。记住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，无论谁来敲门，都不要开。我爸郑重地点了点头。做完这一切，已经是深夜，明天就是末世降临的日子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是被热醒的。明明是初秋的天气，
此刻却像盛夏的午后。我打开手机，天气预报软件已经崩溃了，新闻弹窗铺天盖地，标题都触目惊心。百年一遇，全球性极端高温来袭，多地气温突破历史极值，已超过50摄氏度。紧急通知，全市电力系统因超负荷运转已瘫痪，供水系统随时可能中断。来了！我关掉手机，走到客厅，屋里的空调已经停止了运转，只有一台连接着发电机的风扇在呼呼地吹着热风。我爸正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墙上的温度计，脸色凝重，上面的红色液体已经指向了40的刻度。闺女，你说的……爸，别怕，有我们在，就有家在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了嘈杂的叫喊声和拍门声。老苏，苏建国，开门啊！是李阿姨的声音，带着哭腔。我们家停水了，你家还有水吗？借我们一点吧，求求你了。紧接着是更多邻居的声音。是啊，老苏，帮帮忙吧，孩子渴的都快不行了。我们知道你家囤了水，分我们一点，我们拿钱买。拍门声越来越响，越来越急促。我爸下意识地站了起来，脸上露出不忍的神色。我按住他，摇了摇头。上一世就是因为心软，一些幸存者打开了门，最终的下场却是被闯入的暴徒抢光物资，惨死家中。末世里最不能有的就是圣母心，见我们迟迟不开门，外面的叫骂声越来越难听。苏建国，你这个挨千刀的，见死不救，你会遭报应的。等我们进去了，把你家的水全都搬光，让你一滴都喝不上。突然一声巨响传来，砰，是有人在撞门。我走到门边，通过猫眼向外看去，只见李阿姨的儿子，一个20多岁的壮汉，正举着一把铁锤狠狠地砸向我们家的门，一下又一下，被钢板加固过的大门纹丝不动，只是发出沉闷的响声。妈的，真他妈硬！儿子，加把劲儿，砸开这门，里面的东西就都是我们的了。周围的邻居也跟着起哄，人性在灾难面前暴露得淋漓尽致。我冷冷地看着这一切，突然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挤进了人群，是沈泽。他脸色苍白，嘴唇干裂，看起来狼狈不堪。他看到了正在砸门的李阿姨儿子，眼睛一亮，立刻跑了过去。我来帮你。他从那人手里夺过铁锤，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地砸向大门。苏晴，你给我开门！你这个贱人！他一边砸一边疯狂地嘶吼着。我知道你就在里面，你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吗？我告诉你，等我进去了，我一定要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透过猫眼，我能看到他那张愤怒和嫉妒的脸。我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我缓缓地走到地下室入口，拿起对讲机。爸，还记得我买的那些工业酒精吗？记得，都准备好了。好，我走到2楼的窗户边，这里有一个我特意留下的小小的投掷口。我看着楼下那群疯狂的人，看着那个我曾经爱过的，现在却恨之入骨的男人。然后我打开了投掷口的盖子。我没有像上一世那样懦弱地等待死亡，这一次我选择主动出击。我对着楼下大喊一声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沈泽，还有你们，想要水是吗？来啊，我给你们。话音刚落，我将手中一个装满了工业酒精和棉花的玻璃瓶点燃，然后朝着人群最密集的地方扔了下去。燃烧的玻璃瓶在空中划出一道绚丽的弧线，砰！瓶子在人群中炸开，蓝色的火焰瞬间腾起。高纯度的工业酒精沾到任何东西都会立刻燃烧。啊！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小区，离得最近的几个人瞬间变成了火人，他们在地上疯狂地打滚，拍打着身上的火焰。但这种酒精火焰是水扑不灭的，只会越烧越旺。人群瞬间大乱，尖叫声、哭喊声、咒骂声混杂在一起。救命啊！着火了！水，快拿水来！可是现在水比黄金还要珍贵，谁会舍得拿出来救别人？沈泽离得稍远，没有被直接烧到，但飞溅的火星也点燃了他的裤脚。他惊恐地尖叫着，拼命地拍打着腿上的火苗。李阿姨的儿子更惨，他举着铁锤，离得最近，大半个身子都被点燃了。他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，最终撞倒了自己的母亲。儿子，我的儿子！李阿姨撕心裂肺地哭喊着，却不敢上前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楼下这片人间炼狱，没有丝毫的怜悯。是他们想砸开我的家门，抢走我们的物资，把我们推向死亡。我只是提前送他们一程罢了。我关上投掷口，隔绝了外面的一切声音，世界瞬间清静了。我走下楼，我爸正站在客厅中央，手里紧紧攥着对讲机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闺女，你……爸，我没事。我走到他面前，给了他一个拥抱。我只是不想再被人欺负了。我爸叹了口气，拍了拍我的背。爸知道，爸都懂。他没有追问，没有责备，他只是选择
无条件地站在我这边，鼻子一酸，我差点又哭出来。好了好了，都过去了。我爸安慰道：“咱们的武器效果不错，估计他们短时间内不敢再来了。”走，饿了吧？爸给你做饭去，咱们今天吃顿好的，庆祝一下。他拉着我走向厨房，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地下室里有发电机，我们家的厨房还能用。我爸从冰箱里拿出了新鲜的牛肉和蔬菜，很快，厨房里就传来了饭菜的香气。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，红烧牛肉、清炒时蔬，还有一锅热气腾腾的米饭，在这末世里，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奢侈。吃完饭，我通过猫眼观察外面的情况，火已经熄灭了，楼下空无一人，只留下一片狼藉和几具烧焦的尸体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蛋白质烧焦的恶心气味。我知道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。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白天的场景在脑海里一遍遍回放，那些人的惨叫，那些烧焦的尸体。我说不害怕，是假的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我也怕杀人，怕手上沾满鲜血，可是我更怕死，更怕看到我爸死在我的面前。黑暗中，我握紧了拳头。苏晴，你没有退路了，要么狠，要么死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外面异常的安静，仿佛之前那场惨烈的冲突从未发生过。我和我爸待在固若金汤的房子里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白天，我们检查物资，维护设备；晚上，我们就坐在客厅里，看我提前下载好的老电影。日子过得平静而规律，但我们都知道，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，高温还在持续，外面的世界只会越来越糟。第5天，卫星电话响了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通了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虚弱的男人声音：“是苏晴吗？”这个声音有点耳熟，你是谁？是我，沈泽。我心里一沉，他居然还没死。你怎么会有这个号码？我冷冷地问。我找人查的。苏晴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。那天是我鬼迷心窍，我不是人，我不该带人去砸你家门。求求你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快渴死了，我的腿也被烧伤了，感染了，再不处理就废了。只要你肯开门让我进去，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。我静静地听着他的忏悔，心中毫无波澜。鳄鱼的眼泪，我不会再相信第2次。沈泽，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？我发誓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从猫眼看看我，我现在就在你家门外。我走到门边，通过猫眼向外看去，门口的台阶上果然坐着一个人，正是沈泽。他看起来比那天更加狼狈，衣服破破烂烂，一条腿上缠着肮脏的布条，渗着黄色的脓水。他靠在门上，奄奄一息。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他的背叛，我或许真的会心软。苏晴，看到了吗？我真的快不行了。电话里，他的声音气若游丝。看到了，我淡淡的说。那你愿意开门了吗？他声音里带着一丝期待。我笑了。沈泽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还是以前那个被你骗得团团转的傻子？电话那头沉默了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我一字一句地说，立刻从我家门口滚开，不然下一次扔下去的就不是酒精瓶了。苏晴，你这个毒妇！他的声音瞬间变得恶毒起来。你以为你能躲一辈子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把你们家有大量物资的消息放出去了，现在整个小区，不，整个区的人都知道了，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人来找你们，到时候我看你们怎么死。他疯狂地叫嚣着，仿佛要将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出来。是吗？我轻笑一声，那我等着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爸一直在我身边，听完了整个通话。闺女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他担忧地问。不管是不是真的，我们都要做好准备。我走到地下室，拿出了那2把开了刃的砍刀，递给我爸一把。爸，从今天起，我们轮流守夜。我爸接过刀，用力地点了点头。沈泽的威胁像一块巨石压在了我们心头。我们知道更大的危机即将到来。当天晚上，轮到我守夜。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怀里抱着消防斧，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门口的猫眼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午夜时分，外面终于有了动静。猫眼里出现了一群人影，他们鬼鬼祟祟地靠近我们家，手里拿着各种工具，撬棍、铁锤，甚至还有切割机。为首的赫然是那天被烧伤的李阿姨的儿子，他的脸上和手臂上都缠着绷带，眼神里充满了怨毒。而在他身边站着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人，沈泽。他被人搀扶着，一条腿打着石膏，但脸上的表情却无比得意和狰狞。看来他找到了新的靠山。就是这里。沈泽指着我们家的大门，对李阿姨的儿子说，他们家地下室里有吃不完的食物和喝不完的水。李阿姨的儿子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眼中放出贪婪的光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砸开这门，里面的女人和物资都是我们的。
一群人发出一阵兴奋的嚎叫，举着工具冲了上来，砰砰砰，沉重的撞击声再次响起，整个房子都在震动。这次他们学聪明了，没有用锤子硬砸，而是用一根粗壮的原木。几个人合力撞击着大门，滋啦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传来，是切割机。他们竟然想用切割机把门切开，我心里一紧，立刻通过对讲机喊道：爸，他们带了切割机，快启动 B 计划。收到。我爸的声音沉稳有力，给了我巨大的安全感。所谓的 B 计划其实很简单，我家的外墙上早就被我爸预先安装了几个不起眼的喷头，这些喷头连接着地下室的一个大水箱，水箱里装的不是水，而是我爸从修理厂搞来的大量的废机油。我爸按下了开关，瞬间一股股黑色的粘稠的液体从喷头里喷涌而出，浇了楼下那群人一头一脸。什么东西？黏糊糊的。呸呸，是油！我的眼睛睁不开了。人群一阵骚动，切割机的声音也停了。废机油不仅滑腻无比，让人站立不稳，而且气味极其难闻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易燃。我再次来到2楼的投掷口，看着楼下那些在油污里挣扎的人，我没有丝毫犹豫，又一个燃烧瓶扔了下去。轰！这次的火势比上次更加猛烈，废机油成为了最好的助燃剂，火焰瞬间窜起2-3米高，楼下再次变成了火海，惨叫声比上一次更加凄厉，更加绝望。李阿姨的儿子，这个带头作恶的家伙，再次被火焰吞噬，这一次他没能再跑出来，而沈泽因为腿脚不便，行动迟缓，也被火海波及。我亲眼看着他在火中痛苦的翻滚挣扎，最后化为一具焦炭。前世的仇今生报了，我心中没有复仇的快感，只有一片空洞的平静。解决了这些人，我却丝毫不敢放松，因为我知道沈泽的威胁是真的，消息已经扩散出去了，接下来会有更多更强大的敌人被我们这块肥肉吸引而来。果然没过2天，新的麻烦就找上门了。这次来的不再是这些乌合之众的邻居，而是一伙开着越野车手持武器的暴徒。他们大约有7-8个人，个个身强力壮，神情彪悍。为首的是一个光头大汉，脖子上有道狰狞的刀疤。他们显然更有组织，也更有经验，没有急着进攻，而是先派人绕着房子侦查了一圈。老大，这房子是个铁壳子，门窗都用钢板封死了。一个小弟回来报告，刀疤脸摸了摸自己的光头，冷笑一声：铁壳子，老子就喜欢砸铁壳子。去，把车开过来，给我直接撞。是一辆改装过的越野车，发出一阵轰鸣，朝着我们家的大门猛地撞了过来。轰隆一声巨响，我感觉整个房子都晃动了一下。我冲到猫眼前往外看，大门被撞得向内凹陷了一大块，但那块加厚的钢板依然顽强地挺立着。妈的，还真硬！刀疤脸骂了一句。再来！越野车后退，然后再次加速撞击。轰隆轰隆，一次又一次的撞击让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钢板开始变形，焊接口出现了裂缝，这样下去大门迟早会被撞开。爸 ，C 计划！我对着对讲机大喊。闺女 ，C 计划风险太大了，要不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我爸的声音有些犹豫。来不及了，爸，相信我。好。C 计划是我准备的最后也是最疯狂的一招。我在院墙下面埋设了几个小型的煤气罐，并且连接了电子引爆装置，这是我最后的底牌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我绝不想用，因为一旦引爆，巨大的威力很可能会伤到我们房子的地基。但现在已经没有选择了。我看着监控里那辆再次后退，准备进行下一次撞击的越野车，我按下了手中的遥控器。再见了，混蛋们！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，只有几声沉闷的噗噗声。我预想中的爆炸没有发生，遥控器失灵了。我心里一沉，再次按下了按钮，还是没有反应。楼下刀疤脸那伙人也愣了一下。老大，什么声音？刀疤脸警惕地四处看了看，没发现异常。管他什么声音，继续撞。越野车再次发出轰鸣。完了，我脑中一片空白，最后的底牌失效，我们只能等死。就在这时，对讲机里传来我爸急促的声音：闺女，快看院子里的地。我连忙切换监控画面，只见院子里的地面上那几处我埋设煤气罐的地方，土壤正在向上拱起。紧接着，一股股黄色的带着刺鼻气味的烟雾从裂缝中喷涌而出。我瞬间明白了，我爸没有直接引爆煤气罐，他只是打开了阀门，让里面的液化气泄露出来。这些高浓度的液化气迅速充满了我们家周围的空气，楼下的暴徒们也闻到了这股味道。什么味儿？
这么冲，好像是煤气。刀疤脸脸色一变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。不好，快撤！但已经晚了。我再次来到2楼的投掷口，这一次我没有扔燃烧瓶，我只是将一个点燃的打火机轻轻地扔了下去。小小的火苗在空中摇曳着坠落，当它接触到那片被液化气笼罩的区域时，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，仿佛要将人的耳膜撕裂。恐怖的冲击波以我们家为中心，向四周扩散开来，火光冲天，将整个夜空都染成了红色。我被巨大的气浪掀翻在地，脑袋撞在墙上，嗡嗡作响，整个房子都在剧烈的摇晃，仿佛随时都会倒塌。墙壁上裂开了无数道缝隙，天花板上的灰尘簌簌地往下掉。我顾不上疼痛，挣扎着爬起来，冲到监控前。屏幕上只剩下一片雪花，所有的摄像头都在刚才的爆炸中被摧毁了。爸，你怎么样？我对着对讲机大喊。我爸的声音传来，带着剧烈的咳嗽。房子，快去地下室！我不敢有丝毫耽搁，连滚带爬地冲向地下室的入口。刚一进门，头顶就传来轰隆一声巨响，是房子的承重墙断了。我跟我爸躲在坚固的地下室里，听着外面房屋倒塌的声音，心有余悸。如果晚1秒，我们可能就被活埋了。闺女，你没受伤吧？我爸打开手电，照了照我，没事，爸，就是头有点晕。快坐下歇会。我们在地下室里等了很久，直到外面的声音彻底平息。我们失去了房子，失去了所有的监控设备，现在我们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，我们就像是被关在了一个铁盒子里，成了真正的瞎子和聋子。爸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有些茫然。别怕，我爸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房子没了，但只要物资还在，我们就饿不死。他们应该都死了吧？这么大的爆炸，不可能有活口。我爸肯定地说，我们暂时安全了。虽然失去了房子，但我们也用着惊天动地的一招，震慑了所有觊觎我们物资的人。我相信，短时间内不会再有人敢来打我们的主意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只能完全生活在地下室里。这里虽然安全，但也像一个牢笼。我开始担心我们的精神状态，更让我担心的是我们的物资。太阳能电池板在爆炸中被毁了，我们只能靠发电机供电，而汽油和柴油是有限的。一旦燃料耗尽，我们就会失去唯一的电力来源。到时候通风系统停止，我们将会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活活憋死。时间成了我们最大的敌人。我们必须在燃料耗尽之前，等到末世结束，或者找到新的出路。地下室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难熬，没有白天黑夜之分，我们只能靠手表来判断时间。每一天都像是在重复昨天，吃饭、睡觉、检查设备，然后就是漫长的令人窒息的沉默。我和我爸的话越来越少，压抑的气氛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的心头。我开始频繁地做噩梦，梦到上一世被沈泽推下高楼的场景，梦到楼下那些被烧成焦炭的尸体。每次从梦中惊醒，都是一身冷汗。我爸的状态也不好，他经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，对着一堆零件发呆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。我知道我们都快到极限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就算不被饿死，也会被逼疯。爸，这天我终于忍不住开口。他抬起头，眼神有些空洞。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那能怎么办呢？他苦笑一声。外面是地狱，这里是牢笼，我们没得选。我们有。我指了指角落里的一堆工具。我们可以挖出去。我爸愣住了。挖出去？挖到哪里去？挖一条通往外面的通道。我看着他，认真地说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我的提议像一道光，照亮了我爸灰暗的眼睛。对，挖通道。他猛地站了起来，精神为之一振。我们怎么没想到，只要有一条秘密通道，我们进可攻，退可守，就算燃料耗尽，我们也能从通道逃出去。有了新的目标，我们父女俩仿佛又活了过来。我们制定了详细的计划，首先要确定挖掘的方向。我们家的房子后面是一片荒废的小树林，只要我们能挖通到那里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。其次是解决挖掘产生的泥土，好在地下室空间够大，我们可以用麻袋把土装起来，暂时堆放在角落。说干就干。我们拿出了工兵铲和镐头，开始了浩大的越狱工程。挖掘的过程枯燥而辛苦，
地下室的墙壁是钢筋混凝土的，异常坚固。我们每天轮流作业，进展十分缓慢，但我们没有放弃，因为我们知道每多挖1寸，我们就离希望更近1寸。身体的疲惫反而冲淡了心里的压抑和恐惧。我们每天累得倒头就睡，再也没有精力去胡思乱想。时间就在这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中悄然流逝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们终于挖穿了地下室的墙壁，后面是松软的泥土，挖掘的进度大大加快了。我们用木板和钢材对挖出的通道进行加固，防止塌方。又过了大约半个月，这天我正在前面挖掘，突然手中的工兵铲一空，前面通了。我心中一阵狂喜，立刻招呼我爸过来。我们小心翼翼地扒开最后的泥土，一股新鲜的带着泥土芬芳的空气涌了进来，我们贪婪地呼吸着，这是末世以来我们闻到的最美好的味道。出口的位置在一个隐蔽的土坡后面，被茂密的灌木丛遮挡着。我们爬出通道，时隔1个多月，终于再次见到了外面的世界。天依然是灰蒙蒙的，空气中依然弥漫着一股燥热的气息，但气温似乎没有之前那么高了。我抬头看了看天，没有太阳，厚厚的云层遮蔽了天空，是要降温了吗？我心中升起一丝希望。就在这时，我爸突然拉了我一下，指着不远处：“闺女，你看那是什么？”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小树林的边缘停着几辆军绿色的卡车，一群穿着防护服、荷枪实弹的士兵正在搭建临时的营地，是救援队。他们终于来了！我激动得差点叫出声来。我拉着我爸就想冲过去，但我爸却死死地拉住了我。等等！他脸色凝重，压低了声音：“情况不对。”怎么了？我不解地问。你看他们的袖标。我凝神看去，只见那些士兵的胳膊上都带着一个红色的袖标。袖标上印着一个我无比熟悉的标志，那是一个由字母 T 和 K 组成的类似图腾的标志。上一世我见过这个标志，这不是国家正规的救援队，这是一个在末世后期崛起的以凶残和冷血著称的私人武装组织天启。他们的首领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疯子，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比那些暴徒和流氓要可怕100倍。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，刚出虎穴又入狼窝。快回去！我爸拉着我迅速退回了通道。我们用泥土和树枝将出口伪装好，然后悄无声息地退回了地下室。我的心还在狂跳不止，天启的人怎么会来这里？难道他们也是冲着我们的物资来的？不可能，我们家爆炸的事情动静虽然大，但也不至于惊动这种级别的组织，除非……我脑中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，有人向他们告密了。是谁？沈泽和李阿姨他们都死了，还有谁知道我们家的秘密？我想不出来。闺女，别想了。我爸打断了我的思绪。不管他们为什么来，我们都不能出去。我们的通道是唯一的生路，绝对不能暴露。我点了点头，心情沉重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通过通道的出口，悄悄观察外面的情况。天启的人在小树林里建立了一个据点，他们似乎并不急着行动，只是在周围巡逻，勘察地形。他们的装备精良，纪律严明，和之前那些乌合之众完全不是一个等级。我甚至看到他们队伍里有几个进化者。所谓进化者，是末世里出现的一小部分特殊人群，他们在极端环境下身体发生了某种变异，拥有了远超常人的力量、速度或者感知能力。上一世我也是在末世后期才听说进化者的存在，没想到现在就亲眼见到了，这让我们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。这天我照例去出口观察，突然我看到2个天启的士兵压着一个人走进了树林。那个人被打得鼻青脸肿，浑身是伤，奄奄一息。当他被推倒在地，抬起头时，我瞬间愣住了。虽然他很狼狈，但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，他是我大学时的同学李浩，也是一个电脑高手。上一世沈泽就是通过他查到了我家的地址和我爸的微信电话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还被天启的人抓住了。只见一个像是小头目的人走到李浩面前，一脚踩在他的脸上，说：“那个叫苏建国的到底躲在哪里？”李浩吐出一口血水，声音虚弱：“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只是帮人查了他的信息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”不认识？小头目冷笑一声：“那你是怎么知道他家有个堪比军火库的地下室的？”李浩的眼神闪烁了一下：“我是猜的，那个人让我查他，说他是个囤货狂，我就顺口那么一说，顺口一说。”小头目脚下用力：“你他妈的耍我！我没有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”李浩惨叫起来：“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是不肯说实话了。”小头目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，在李浩的脸上比划着：“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苏建国在哪？”我躲在灌木丛后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
我不知道李浩到底知道多少。如果他把我们供出来，我说，李浩终于崩溃了。别杀我！我说他家就在前面的小区里，但是房子已经炸了。炸了！小头目皱起了眉。对，前段时间这里发生了剧烈的爆炸，就是他家，他们可能已经死了。小头目和旁边的手下对视了一眼。死了。他沉吟片刻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去，把那片废墟给我挖开，我就不信连个地下室都找不到。是我该怎么办？眼睁睁看着他们挖过来，然后把我们像老鼠一样从洞里揪出来。我看着不远处那个正在被拖走的李浩，看着那些准备去挖废墟的士兵，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脑中形成：既然躲不过，那就主动出击。我要在他们发现我们之前，先给他们制造一点惊喜。我迅速退回地下室，找到了我爸。爸，天启的人要去挖废墟了，我们很快就会暴露。我爸脸色一变。那怎么办？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我的眼神变得凌厉起来。我要去他们营地放一把火。什么？我爸大惊失色。闺女，你疯了！他们有枪，还有进化者，你一个人去就是送死。他们的据点在树林里，现在天干物燥，正是放火的最好时机。我爸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还是没有再反对。他知道我说的是对的。那你一定要小心。他从一个箱子里拿出了一件东西，递给我。那是一件黑色的类似紧身衣的作战服，这是我托人搞来的，防火防割，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隔绝热成像探测，穿上它安全一点。我接过作战服，心里一暖。我的爸爸，他总是能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拿出我最需要的东西。我换上作战服，带上我最后的几个燃烧瓶，还有一把消防斧。爸，如果我1个小时后还没回来，你就自己从通道走，不要等我。我爸红着眼眶，用力地点了点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最后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毅然决然地钻进了通道。夜色是最好的掩护，我像一只狸猫，悄无声息地前行在小树林里。天启的营地防守果然森严，外围有巡逻的哨兵，还有几个隐藏在暗处的狙击点。我借着夜色和复杂的地形，小心翼翼地避开他们的视线。作战服的效果很好，我能感觉到几道红外线从我身上扫过，但都没有停留。我很快就摸到了他们营地的核心区域，那里停放着他们的车辆，堆放着大量的物资和弹药，旁边就是他们的油料库。我的目标就是那里，只要点燃油料库，整个营地都会陷入火海。我躲在一棵大树后，观察着油料库周围的守卫，只有2个人。机会来了，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，朝着另一个方向扔了过去。啪！石头落地，发出轻微的响声。谁？一个守卫警惕地举起了枪，过去看看。另一个说，一个人朝着声音的方向走去。就是现在，我从树后猛地窜出，手中的消防斧带着风声，狠狠地劈向了剩下那个守卫的后颈。噗！他连哼都没哼一声，就软软地倒了下去。解决掉一个，另一个守卫走了一圈，没发现异常，骂骂咧咧地走了回来。当他看到倒在地上的同伴时，脸色大变，刚想张嘴喊叫，我已经从背后捂住了他的嘴，另一只手里的消防斧精准地送进了他的心脏。他身体一僵，挣扎了几下便不动了。我将尸体拖到暗处，然后迅速冲向油料库。我拿出最后一个燃烧瓶，点燃，然后用尽全力砸向了那堆油桶。轰！火光冲天，爆炸的巨响惊动了整个营地。敌袭！敌袭！油料库着火了！快救火！警报声、叫喊声乱成一团。我没有停留，转身就向着通道的方向狂奔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黑影以极快的速度向我冲来，是进化者。我心中一凛，想也不想，就地一个翻滚，躲开了他的扑击。那是一个身材瘦高的男人，双眼在黑夜里泛着绿光，像一头野狼。抓住他！他嘶吼着，再次向我扑来。他的速度太快了，我根本来不及反应，眼看就要被他抓住。突然，砰的一声枪响，那个进化者的身体猛地一震，胸前出一团血花，他不可置信地低下头，然后缓缓地倒了下去。我愣住了，是谁开的枪？我顺着枪声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不远处的废墟上站着一个高大的身影，他手里拿着一把狙击枪，枪口还冒着青烟。虽然看不清他的脸，但那个身影却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熟悉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走！一个清冷的带着一丝沙哑的男人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不是通过空气，而是直接在我的脑海里。精神系异能者。我来不及多想，营地里已经有更多的人朝我这边冲来，我不再犹豫，转身就跑。在我身后，枪声不断响起，每一枪都精准地击倒一个追兵。那个神秘的狙击手在掩护我撤退，我用尽全力
终于在被包围之前跑回了通道入口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火光中那个废墟上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。他是谁？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带着满腹的疑问回到了地下室。我爸看到我安全回来，激动的差点哭出来。太好了，你没事，吓死我了。爸，我们快走，这里不能待了。我们不再耽搁，立刻收拾了最重要的物资和设备，装进几个大背包里，然后我们炸毁了地下室的入口，彻底断绝了天启的念想。我们顺着通道逃离了这个我们生活了2个多月的地方，外面的火势还在蔓延，整个小树林都陷入了一片火海。天启的人自顾不暇，根本没人注意到我们这2个小老鼠的逃离。我们借着夜色一路向西，我不知道那个神秘的狙击手是谁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帮我，但直觉告诉我，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。我们在荒野中走了整整1夜，天亮时分，气温骤降，天空飘下了末世以来的第一场雨。冰冷的雨水浇灭了山火，也洗刷着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。我和我爸找到一个废弃的加油站，暂时躲了进去。我们浑身湿透，又冷又饿。我从背包里拿出2块压缩饼干，递给我爸1块。爸，先吃点东西。我爸接过饼干，却没有吃，只是看着外面连绵的雨幕，喃喃自语：降温了，下雨了，是不是一切都要结束了？不，我摇了摇头，这只是开始。高温虽然退去，但这个世界的秩序已经被彻底摧毁。接下来，人类将要面对的是更加严酷的生存挑战，食物短缺、资源匮乏，还有无处不在的危险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活下来了。我和我爸靠着那个曾经被我嫌弃的老鼠洞，活到了降温的这一天。雨渐渐停了，一道彩虹出现在天边。我和我爸走出加油站，看着这久违的景象，都有些失神。就在这时，一辆黑色的越野车从远处驶来，停在了我们面前。车门打开，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男人从车上走了下来。他很高，身形挺拔，面容冷峻，手里还提着一把狙击枪。是他，那个在废墟上救了我的神秘狙击手。他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，我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消防斧，将我爸护在身后。你是什么人？我警惕地问。他没有回答，只是定定地看着我。那双深邃的眼睛里翻涌着我看不懂的情绪，有愧疚，有心疼，还有失而复得的狂喜。他走到我面前，停下脚步，然后在我和我爸震惊的目光中，他缓缓地单膝跪地。对不起。他的声音沙哑，充满了痛苦。上一世我来晚了。我脑中轰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上一世，他也是重生的。你是谁？我的声音在颤抖。他抬起头看着我，一字一句地说：我叫顾言。上一世在城市断水断电的第30天，我带领救援小队在你父亲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他，还有他留给你的那封信。我的眼泪瞬间决堤。原来上一世真的有救援队，原来我爸不是孤独的死去。信上写了什么？我哽咽着问。顾言的眼眶也红了。信上说，他唯一的愿望就是你能活下去。他说，如果有人能找到你，请告诉你，他爱你，他让你去北方的曙光基地，那里有他为你准备好的一切。我找了你很久，苏晴。我找遍了整个城市，最后却只找到了你的尸体。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是我没用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所以我回来了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阳光穿透云层，照在他身上，也照亮了我泪流满面的脸。我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却又无比熟悉的男人，看着他眼中那化不开的深情和悔恨。我知道我的末世才刚刚开始，但这一次我不再是一个人。